我们来讲 Flaky Trader 的第二课黄金搭建。首先我们可以在这个2.0上面进行一个搭建。呃，我今天讲解的应该是最便宜的一个方式啊。如果你有服务器的话除外啊。那首先就是在这里选ECS 服务器，然后立即购买，然后在这里选择抢占实力这个最便宜的啊。然后地区的话，选这个，建议选这些啊。那我这边选的是 SG 的，然后默认的这个是适合16G 的。这里选无固定、无确定使用时长，然后这里选无帮图系统，这个选22的版本，然后硬盘就不用了，公网地址分配一下，这里用固定带宽3兆的，足够了。然后自定义密码，你用密钥对也可以啊，这个随便啊。那现在就可以，这每小时是3毛9，点确定，然后进入控制台，稍等一下下，把这个地址复制一下，然后进入这个 CRT，把这个配置一下啊。我这个 IP 都没变，然后就不用去修改了，直接登录就可以了。稍等一下。已经进来了。我们首先第一步是 APP update，先给它升级一下，然后我们继续看文档。那这里首先的话要安装这个 Anaconda，然后再创建它的虚拟环境啊。它支持这个 Mac 的乌邦图的和这个 Windows 的。Windows 你要用这个 WSL 的这个。然后为什么要用 Conda 环境呢？Conda 环境的话，它如果多个项目的话，你就会出现这种版本冲突的情况啊。那如果用了 Anaconda 的话，它这个环境是隔离的，就不会出现这种冲突的这种情况。那 Mac 的安装是这样的啊。然后 Linux 我们现在用 Linux 的，首先一步先 wget 一下，把这个最新版本的 get 下来。这里安装好了，update 完了以后，我现在先 get 这个版本，然后 get 版本完以后，就是先去 batch 这个文件。3兆的还是比较快的啊。然后这里按 enter，这里打 yes，然后继续 enter。但是 mini 版的下载比较快，如果你要安装完整版的会慢一点啊。这里把它初始化一下 yes，然后这里就安装好了。安装好了以后，我们要把它环境变量初始一下，设置一下。然后 Conda 刚刚没选，看一下出现这个就是正常了。然后 Windows 安装就访问这个，你下载下一步就好了。那配置 Conda 的话，这个如果你没有网络加速的话，你就要配这个清华的镜像源或者阿里的镜像源。那如果有加速就忽略这些啊。那我们现在因为用的是在新加坡的服务器啊，所以不需要这个。那首先这个创建虚拟环境，那在这之前的话，要手动接受这2条命令先复制进去，然后在这里执行一下，要不然你创建那个会出问题啊。好，执行完以后就可以创建这个，建议用3.11版本的我们把这个复制进来，然后等不到1分钟左右吧。
那这里就已经串联好了。然后这个是激活命令啊，你复制下来就可以了。这个是取消激活的命令啊。你看这里是 base 啊，等会儿你看一下啊。那这我已经变成这个了，break trade 的啊。那这个就是激活的，那这个命令哈。那你 Python 的版本你验证一下，PIP 版本验证一下啊，没有问题的话就可以进行这个 pipe 的一个安装啊。那首先是激活环境我们已经激活了，然后就是安装这个 Flag Trade 啊。那这里的话，你如果学习的话，第一刚开始用这个就可以了。那如果你是不赶时间的话，你就安装这个所有版本的。它这里面包括了这个CUDA 的，就英伟达的那个显卡的驱动，还有一些驱动的版本的，还有一些那个 PyTorch 的这个机器学习的相关的这些功能。那我们实际上前面用不到这么多哈，直接安装这个版本比较快一点。然后首先点安装，然后这个就一直等待就行了，会比较久，可能要几分钟时间。我们继续看一下文档。那安装完以后，验证一下这个版本，没有问题的话的就 OK 了。那这个就是它的这个help 的这个命令行，帮助可以通过这个 help 然后进行一个那个查看命令。那输入这个的话，提示安装成功就OK 了。我们来等一下。这个好像安装几十个包就可以了。如果你安装完整版的，至少要200多个包吧。我昨天测试了一下，大概是要十几分钟了。那这个可能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了。它这里一共80个包啊，应该快安装好了。那我们这里去把它这个涡旋版本验证一下啊。好了，已经安装好了。然后这里输出这个就表示这个是正确的啊。那 help 就不执行了。我们看一下这个，算了，不执行了吧 help。那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所有的命令，照着这个也是去看官网也可以，然后看这边也可以。然后现在就要初始化这个，那我这里就在 root 目录下创建一个这个 Flag Trader 的一个机器人啊。那我进到这里面了，看一下目录，我是在这个 root 目录下啊。然后你要初始创建一个子目录啊，这个目录我们就叫 user date 啊。然后创建好以后，它里面就会有这个，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它这个初始化的这个目录，你看啊回测结果、数据、模型，还有超参数、log，还有这个笔记本，还有这个图形和这个策略，它全都给你一次性创建好了。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目录层级结构啊。那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描述啊。那其次就是要创建这个 config 文件啊。config 文件的话，就是配置这个相关的这个参数啊。那你那个用这个命令行也可以啊，直接用这个原来准备好的也可以啊。我们看一下，它会到时候会提问几个问题啊，就是模拟模式啊，然后用的是 USDT 啊，然后每笔交易啊，同时持仓，然后这个时间架构啊，这个选完以后它还是可以改的。我们执行一下操作啊，进来以后这边如果你这个是 yes，然后这个回车，这个我们看一下，它这里是输入100就可以了，把这个删掉。然后这个11是最大的持仓数，哎，输错了，输了33啊，没事，回头可以改啊。然后
这个是 USD 是美元，然后币安的，继续往下 USD，然后你这里选币安啊，然后这个是问你要不要合约了，你可以根据情况，那这里选不做合约就选 N 啊，这个 Telegram 不配置也可以啊，API 不启用，然后启用图形，然后我们这里就是用这个也是 N，那如果你有需要你就打开就行了。好，这个已经创建完了。那我们看到这里面已经多了一个这个 config，那我们 cat 一下看一下，啊，这个就是它的一个 config 的一个配置啊。那像这里面这个，比如说刚运行模式就是模拟的这个模式啊，然后这每笔的交易是100，然后最大持仓数我刚才写的是33，其实改成3就好了。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最大仓位啊，然后这个是它的这个配对的这个列表，这个就是你交易的币种的这个信息啊，写在这里面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是黑名单的，不需要的，不交易的这些品种的。那这里就是它的这个代码块啊，那看跟刚才我们生成的是一样的啊。然后你要修改就 vim 一下就行了。然后这个是添加一个币种的。那我们节省时间，我就直接复制这个了。我把这个先全部删掉。然后把这个粘贴进去，保存一下。那接着我们来看下面的操作啊。那首先我们看一下它里面有自带的哪个策略啊。首先我们要确定一下我们所在的这个目录是在这个根目录下啊，然后把这个粘贴进去后，它应该有个默认的，这个就是它一个自带的一个策略啊，它生成了一个默认的。那我们去这里面下载一个它官方自带的，这个是官方自带的一个策略啊，这个是趋势跟随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策略啊。我们进到这里，我们看一下进到策略这个目录，然后呢，我们去这里 wget 一下这个官方的一个这个目录，这个脚本，这个策略，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多了一个001，然后再返回这里，再返回根目录，这个目录不要搞错啊，一定要在根目录下执行啊，要不然的话它有的时候会出现找不到的情况。那其次然后我们就看它这里面，有哪个策略，这里面应该正常会显示两个哈，一个是001的，一个是这个，一个是它之前默认的啊。然后这个的话，它支持超参数啊，然后这个不支持啊。那接着往下，我们看一下，我们下载一下它7天的这个数据，5分钟的这个均线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下载啊，已经下载好了。下载好以后，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数据。那这里面已经有了这个5分钟的 USDT，BNB 的，然后BTC 的 ETH 的啊。然后我们现在开始回测，我们拿这个001的这个数据进行一个回测啊，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啊，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回测结果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它这边讲的这个配对啊，然后交易次数啊，
这里就是它的这个胜率嘛。这个比较扯啊，那因为它测试的比较少啊，然后它这个如果是单边的这种行情，它会比较适合一点。然后这边这些参数我们后面会慢慢的进行一个讲解啊，这里面参数会比较多。环境验证的话，就是这些命令啊，康达的环境，然后 Python 的环境，然后 Flag Trader 的环境，然后查看策略，还有一个数据目录的一个检查。那如果你这边全部搞完的话，就已经就算是搞定了这个一个完整的一个流程了。那遇到这个问题，就是一般来说就是环境变量没导出啊，这康达的问题。然后 PIP 的话就是你的这个镜像啊，那加上清华的这个镜像加速会好一点啊。那 Model 的话就是一个那个库没有安装啊，这里用的是 TLib 的这个库。你如果是苹果的话，就Brave 一下啊。如果是那个其他的系统，就用这个呃 PIP 或者是这个 apt-get 啊。然后这个是下载情况失败的一个情况啊。回测报错的话，这个就是这个数据未下载或者时间范围不匹配。那课后的这个任务，大家可以有时间去看一下啊，如何去做这个东西啊。好，今天课就先讲到这，谢谢大家。